像我躺上去都可以了，很长的，大概3米。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克劳斯，今天给大家做个拆箱视频。拆箱的主角呢是一个 paddleboard， 也就是一个桨板，划桨板的一个东西。我这个桨板呢已经买了大概1-2个月了，是在 Anaconda 买的，价格呢是199刀，打折的时候买的，还是比较便宜的，199刀。今天就打算就是拆箱我的桨板，试一下怎么打气，看一下里面它有什么东西，简单的组装一下。我还打算给桨板安几个把手 handle，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桨板。这就是我买的桨板，它里面包含了一个背包，这里有写一个桨，一个 repair kit 修补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 fin， 这就是它的下面的鳍，这个是防丢绳，这个是一个 pump 就手打的打气筒。这里呢是我买的是一个4.2寸，大概就3米多一点，它是可充气式的桨板。这个就是桨板的样子，这个是它里面包含的所有的东西。大概它外包装就是这个，那咱们现在就拆它吧。今天呢正好是周末，给大家拆桨板。塔泽勒现在的季节呢是在春天到夏天的一个过渡季节，最近风比较大，所以我没有打算出去玩桨板，但是呢给夏天做准备吧，就先把桨板组装好。其实我还买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设备，如果有时间的话待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DIY。哒哒，就它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我现在来拆封它，看一下怎么拆啊。我先把这个封口给把它打开，塑料胶把它打开了，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背包，这个背包有点分量，先把它拽出来，好重啊！这个背包，一个大的书包，盒子里面就只有一个背包，给大家看一下，没了，盒子里面。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我现在打开背包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一股甲醛味道。好嘞，这就是桨板，这就是桨板本板。然后背包里面还有什么？这是一个桨应该咱们今天组装不了桨，暂时就不给大家组装桨了。哦，打气筒，他也知道这个桨板要充很多气，准备了一个大的打气筒。这个是连接桨板的一个防丢绳，绑到自己脚腕上，然后一端连接桨板，就是防止你如果跌到水中的话，你的桨板飘走了，一个安全绳。这是一个 fin， 这是导流用的，插上桨板底部。这个是 repair kit，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就一个胶水，这是一个胶水，这个是不知道这是啥用。好，咱们现在就来重头戏了，给它充气。这边有一个绳子，把绳子解开才能打开这个桨板。这就是桨板本板，把它平铺到地下。大家看到吗？这里折叠一下，有点太长了。表面的这个黑白的东西它是防滑的。现在需要把这个拿走，需要把包装打开，包装袋打开了过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打气。我买了几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转换头，我现在尝试一下能不能用电动把它打起来。打轮胎的一个打气泵，我看一下能不能打这个桨板。我现在去拿。嗨，家人们好，刚刚回来了，找到了一个转接口，用这个转接口连接桨板，再连接我们的气泵，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愉快的打气了。那现在我开始组装我的打气设备。首先我需要把这个气头安装到打气泵上面，打气泵安装到这个转接头上面，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安装打气筒。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打气筒安装到桨板上面，就完成了我们的组装。那现在咱们就开始我们的打气。首先打气的话，我们要找到打气孔在哪里。Oh my gosh， 找到了，在它的前端，它上面写的是打1个bar就可以了，15个 PIS。咱们先把打气筒打开，打开了过后，把我们的打气泵安装上面去。旋转好，好嘞，咱们就开始打气，声音比较大，我去拿一个耳塞，等我一下。好，我拿到了耳塞，咱们就开始吧，把这个气泵设置到1个bar。好，我们就开始吧。实在是太慢了，咱们先手动打下气了。咱们暂时放弃这个，手动打更快一点。我们现在手动打这个气泵，这感觉快多了，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已经很硬了，没有必要加到1个bar吧。现在打到了5个 PIS 或6个 PIS， 因为不出去玩，所以不用打太满。去看看
这个测评太难了，站上去。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甲板的一个大概的样子，像我躺上去就可以了，很长的，大概3米。现在呢，需要安装一些辅助件，比如把手什么的，我现在安装一下。我买了一个把手和一个固定件，把手安到最前面嘛。现在天气下雨了，但也不影响我们拍视频。安装到这里，怎么玩的？不是双面胶，需要用我们胶水来粘，标配的一个胶水。残留的胶水清洗一下。这是一个固定盘，这里加装2个固定环，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绑一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开始加固定环，同样的操作手法。这个我打算装到前面。大家好，我是克劳斯，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桨板马达，就这个东西。这是一个12伏或者24伏通用的一个马达，适合桨板用的马达。桨板呢就会套在这里，套在这个槽上，配了一个遥控器，还有一个电吊。电吊的话我放在家里没有拿出来，因为太多东西了，可以控制桨板前进和后退。桨板怎么安装呢？把这个桨板侧过来。测过桨板过后，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桨板底部会有一个卡槽，这卡槽是装 fin 的，就是装它配的一个鳍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鳍不要了，直接配上咱们的马达，像这样安装上去，从这里咔嚓卡进去，那咱们就是一个电动桨板了。大概就是这样安装这个马达。这个马达的话，线的话它是，先把它翻过来，线的话它是从这里一个防水的接口线接电吊。电吊，然后接电池，咱们电池就可以放到这里，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这桨板后面的话呢，是放一些行李或者是衣服啊、水啊之类的。我可以的话，我其实可以 DIY 把这个线再加长，把电池放在后面，反正就放这里。这里可以放一些随身的一些衣服啊、手机什么的。这2个 hook 的话，我是更稳固一点，一是为了固定行李更稳固，二呢是可以固定我的电池在这里。因为我打算装2个电池，一个是48伏的和一个12伏的一个锂电池，一共的话大概100多安，跑得更远。这是我的桨板的一个布置和 DIY 的一个作用。这前面的一个扶手是我后面附加的，的原因就是可以更好的操控自己的桨板。这是桨板马达，这是遥控器，这就是我整套桨板的一个装备。这个是一个电动的充气泵，但是这个很鸡肋，就是充得很慢，还是它配的这个打气筒来得快。但是打气筒的话，就是加压的话会比较欠缺一点，所以你打到就感觉打不进去的话，再加这个电动的充气泵，然后加压加到1个帕，或者说是15个 PIS。这就是桨板的一个包装。这边送了一个桨板的一个桨，一个 Nash， 送了一个脚绳，一个 fin 我大概用不到。这边一个黑色的背包，这个是 repair kit 维修工具。胶的话我都已经用完了，因为我买这个的话它没送胶。我大概会在11月我电池到了的时候，然后我会带着我的桨板，然后去海里面或者说是湖里面给大家评测一下这个桨板加电动马达到底行不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See you。感谢您的观看，也感谢您对克劳斯频道一如既往的支持。